刷到这个影片的人有福了。如果正巧当下你正处在事业、财富、前途而迷茫下坠的状态，那我强烈的建议你停下匆忙的脚步，泡上一壶茶，静下心来认真地看完这条视频。我会给你分享一个如何领悟透造物主的意图，如何通过做一件热爱的小事，从此让自己的人生脱胎换骨，焕然重生，安身立命，让自己的人生变得丰盛富足，自在圆满。这里面暗藏着许多人终其一生都难以领悟到的真相。如果你是个有缘人，相信你一定能够感受到这个视频的能量。你很有可能会因为我这条免费的影片，从而扭转当下迷茫下行的人生轨迹，从此开启美好的转变。视频有点长，有点烧脑，请你做好磨练心性的准备。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静下心来思考一下，你当下从事的工作或事业是源自于内心深处的热爱吗？你在为此努力的过程当中，是否感觉到活力满满，干劲十足，内心充满喜悦，结果很丰盛，但一切都很自然。事情推动的事情根本不需要过度的劳心费神。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也许大概率你还要在迷茫匮乏与焦虑恐慌的道路上继续蹉跎一段时间。为什么这么讲呢？从浅得讲，你当前的工作和事业并没有承载起造物主赋予给我们每个人设置好的人生使命，而你仅仅是用它来作为你应对柴米油盐、照顾妻儿老小等生活压力的谋生手段。无奈之举，你被眼前的现实给束缚了，局限了，被当前的谋生手段给困住了，难以自拔。从深的讲，你在人生的这场游戏里入戏了，迷失了，你没有领悟透造物主的意图，没有看清自己的剧本，你被人为的设计的游戏规则、制造的财色名利、口号、噱头等一切假象蒙蔽了你的真心，你被裹挟，被操控了，让你完全颠倒了主次，打乱了秩序，最终变得浮躁不安，饱受苦难。也许你从来就没有在意过这些真相，更不相信，不理解。其实许多人历经一生都未能参透生命的本质真相究竟是什么，也不明白造物主让你来到地球的真正意图。一旦你把这个终极问题弄清楚，那一切都会拨云见日般的豁然开朗，所有的答案都将呈现在你的眼前。所以接下来我要跟你讲的这些话，你一定要反复的仔细的品一下。我问你，假设有一天你感觉到很无聊，想买个鱼缸养几条鱼玩玩，于是你就到了鱼族馆买了一个大鱼缸，然后你为鱼缸里布置了海草、细沙、假山、灯光、温度，你又买了很多你喜欢的鱼放在鱼缸里。那这个时候你对鱼缸而言，你是不是就是它的造物主呢？那作为造物主的你，
你会怎么看待鱼缸里的一切呢？我想你肯定是希望鱼缸里的鱼群能越养越健康，越养越兴旺，越养越好看，对不对？你不希望它们在里面相互攻击、打架斗殴、搞破坏。你不希望每天看到乌烟瘴气、死鱼一片。要是哪条鱼搞破坏，你肯定会把这条鱼处理掉。同样，要是哪条鱼在里面帮你维护秩序，助鱼为乐，让鱼群更健康、更好看，作为造物主的你肯定会欣赏这条鱼，额外的给它加餐，给它额外的资源，给它额外的力量，给它额外的呵护，是不是？这就是所谓的得道多助。那假如一条鱼觉醒了，开悟了，具备了你的视角和思维，那它会在鱼群里怎么活呢？我想，首先，它根本不会像其他的鱼那样鸡肠小肚的，整天攻防算计的活着了。它肯定会顺应造物主，顺应你的意图，主动地帮你把鱼群养得健康、兴旺、好看。如果这条鱼它这么做了，那它就悟道、合道了，它就会在它可能的范围之内活好它的余生。那要是换作人，作为人应该怎么在地球上更好、更高明地活着呢？答案自然就是拥有造物主的视角和思维，顺应造物主的意图而活。你说是不是？所以我们人生的本质真相是什么？造物主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其实就是他已经为你初步设定好了全部的人生剧本，让你按照剧本去经历，去体验人生百态的层层关卡，比如健康观、学业观、婚姻观、事业观等等。用这些关卡一遍一遍地去唤醒你的灵魂，期待你有一天觉醒开悟，看清宇宙生命的真相，不断地为自己的灵魂完善优化，实现升级跃迁，跟宇宙母体源头意识同频一致。所以他希望你在人间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一生做一件发自内心热爱的事情，用它来服务众生，让世界因为你的存在而变得更美好。也就是说，让剧本里所有配合你演出的众生，因为你的存在而变得更美好，包括你的家人。所以你链接到的所有众生，而你呢，顺便就会因为觉醒悟道，奉献众生带来的副产品，让自己变得丰盛富足、自在圆满。但是一旦你入戏了，被各种人为制造出来的假象所蒙蔽，那你就会被小我操控，不断地向外抓取各种假的东西，就开始急功近利地走捷径，不再忠于灵魂，不再寻找天命。你就会为了各种名利，为了生活而胡乱地选择一种让自己不喜欢、不快乐、不舒服的工作和事业，从而一直被困住，无法觉醒，无法真正的富足，无法真正的大自在、大快乐。这就是我们很多人一生的活法，如同蝼蚁般的活着，非常的可惜，非常的可悲。
如果你能够真正的领悟透这些真相，那么接下来我给你分享的这3条，让我们每个普通人都有机会翻身逆袭、安身立命的天机，你就会更容易地理解了。第1条天机，此生你必须要找到一件你发自内心热爱的、有价值的事去做，因为热爱在哪里，天赋就在哪里。因为做你热爱擅长的事情会让你变得轻松快乐，因为轻松快乐是启动激活灵魂、滋养灵魂的按钮。一旦灵魂苏醒，就是创造生命奇迹的开始。因为灵魂它包含了很多重要的神性元素，比如大爱、专注、热情、喜悦、当下、宁静、品质、好奇等等，这些让我们真正活得丰盛富足、自在圆满的神性元素。那为什么很多人找不到一件发自内心热爱、能够利益众生的事情去做呢？因为内心的德行不够，很多人的内心深处都埋着很多负面的业力，以及被外界熏陶了一些错误的认知和限制性的信念。比如什么钻石恒久远，代表真爱情；什么人生当有别，一树见高下；什么人脉广如海，万事皆可来；什么只有结婚生子人生才完整；什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等。只要你有这样的信念，那你的人生大概率就会过得非常的苦，因为你会给自己做很多预设，你就会有这样那样的执念和障碍，你就会被恐惧的情绪支配，恐惧就会成为推动你去选择一条苦逼道路的因。你会觉得没有办法，生活所迫，要娶妻生子，要养家糊口，我要送孩子上兴趣班，我要买房，我要买车，我要人前显贵等等，永远被设定，永远没完没了。所以其实人生大部分的苦厄都是因为被设计、被渲染、被封印而产生了无明，产生了五毒执念，然后逐渐地招感吸引、投射，渲染出了当下的现实世界。举几个现实的例子，我们其中有很多人其实并不具备走进婚姻的条件，但是因为世俗的眼光，硬是把一个半成品推向了市场，去祸害别人，去折磨自己，最终导致一桩桩人间的悲剧。有多少人因为被植入了幸福的标准，说有房才有家，坐拥城市繁华，尽享人间显贵，于是就特别的向往那种成功的感觉，同时就很害怕别人看不起你，于是就各种算计，咬着牙贷款买了套房，从此就开始过上房奴的生活。为了一份工作，你低声下气，点头哈腰，你不敢对老板说不，不敢辞职，你为了保住工作，不惜透支身体，没日没夜的工作，你连吃个快餐都要看价格，连周末在家里多睡一会儿都会有罪恶感。你过得整天焦虑恐惧，没有庄严自由的生活，地狱般的生活。你说哪里有什么心思去发大愿？
你哪会顺应造物主的意识去践行天命利益众生啊？这个时候你只有一个想法，先让我赚钱还房贷，还车贷再说，其他都看不见。但是有句话说，人生不得闲，永远不赚钱。如果你跳脱不出来，那你的人生就永远就会这样被套牢。所以一定要升维，一定要苏醒。当你看清了这个世界的真相，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些都是通过人为的设计。有人想让你这么做，这些都是你大脑里有限的认知预设出来的幻想，只是你没有觉察到而已。所以你完全可以破除一切假象，你完全可以无视大脑给你制造的幻想。你只要勇敢担当，接纳一切结果，自自然然地活着，去忠于你自己的灵魂，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去做自己所热爱的事情，那你就会踏上一条新的生命旅程。这个新的生命旅程包含对的人，对的生活，对的状态，对的事情。你就会发现之前害怕的结果根本不存在。只要你忠于灵魂，最终你会发现你的意识觉知比你的思维分析要强大10万倍，结果要好10万倍。这就是道的力量，这就是顺道的力量。第二条天机，此生你必须要相信，把一件你热爱的事做到极致，你就能够安身立命，丰盛富足，自在圆满地活好此生。其实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非得要去干一件什么惊天动地泣鬼神的大事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使命。你只要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位置，哪怕是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件事，它都能够让你逆天改命，脱胎换骨，富足有钱，悟道得道。为什么？从现实角度来讲，其实很简单，因为你热爱的事情，同样也会有很多人和你一样的热爱。那你只要去做，并且把这件事情做出品质，你就会吸引同频的人与你一起前行。你最终就会因为这件事而悟道和富足。我相信你平时一定会刷到一些博主，比如有人喜欢阳明心学，通过传播阳明心学而让自己悟道富足；有人钟情于古典音乐，以演奏和教学古典音乐来调养心灵，帮助他人而悟道富足；有人热衷于中医养生，靠传播中医养生理念和提供养生建议而悟道富足；有人热爱写字绘画，自成风格，靠写字绘画而悟道富足；有人一生热爱历史研究，通过著书立说和开展历史讲座而悟道富足；有人热衷于茶道养生，靠分享茶道知识和营造宁静的氛围来悟道富足。所以有缘人一定要把那些不可能的标签给撕掉，一定要去魅，一定要打破一些限制性的信念。只要你去做一件你热爱的事情，持续的做，你一定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出高品质，你一定能够成为5%的人去引领那95%的人，你就一定能够悟道得道。
丰盛富足。因为只要你热爱，你就会孜孜不倦地去完善，去追求高品质。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查阅学习一切资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拜师学艺，你会练习一切必要的方法和技巧，你会始终如一，心神合一，自诚自信地去投入，去追求卓越，让这件事的水准品质不断地达到新的境界。当你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时候，那你就合道了。因为高品质里涵盖了一切的道，只有具备了感天动地的意念，才会拥有吸引显化一切的高能量。就比如做商超的胖东来，做汽车的特斯拉，做科技产品的华为，他们的产品根本就不需要依赖促销打折，因为他们做事情的水准和品质已经具备了自带流量。其实在高品质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真正愿意沉下心来去做事情的人并不多。第3条天机，此生你必须要用一件你热爱的事情去发愿利益众生，去证悟生命的意义。因为只有链接众生，服务众生，让更多的有情众生因为你而变得更好，才能让你回归源头，才能帮你打开智慧的天窗，才能下载宇宙源头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创造出一个丰盛的现实世界。这也是你来地球唯一的任务使命，也是你人生终极的意义。所以你可以做成商品去服务，你也可以做成作品去布施，然后慷慨地付出，谨慎地索取，你就会能够过得丰盛富足，自在圆满。你仔细想一想，人为什么活得很痛苦、很匮乏、很孤独？其实就是因为被世间凡尘遮蔽了真心，跟源头失去了链接，所以显然发挥不出来。就好比你是一滴水，本来你属于大江大河，融入江河才有活力，结果呢，你自我陶醉，远离江河，很快就被蒸发掉了。相信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对吧？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讲，很多人的人生不容易，基本都是因为没有融入众生，不会布施，没有服务。你好好的品一下这段话，如果领悟透了，你一定会脱胎换骨。为什么？其实最根本、最究竟的修行方式、改命方法，其实就是利益众生。利众生就是利自己的根本途径。你离开了利益众生，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修行。什么是利众生？真正的利众生是不住香，无所度，单方面无条件地表达灵魂真心的爱。通过利益众生，学会了降伏妄心，破除我执，处理心想。通过利益众生，不断地去领悟生命的真正意义和造物主的真实意图，最终悟道、得道，实现你的灵魂觉醒、蜕变、升级、跃迁，最终跟宇宙源头、母体意识达到合一的状态。你最终会明白，其实人的这一生所作所为，忙忙碌碌，
都是在借假修真，修出一个真的灵魂。所谓的功名利禄、事业财富、车子房子，看起来很真实，但是最终都会人去楼空，烟消云散，都是假的。只有你的真心、灵魂本我才是真的，但是你可能就压根不相信。为什么？因为你看不见，你只相信眼见为实。但是这个世界看不见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你只看见手机却看不见信号，但是没有信号的手机就像没有灵魂的一块板砖而已。你只看见灯泡却看不见电流，但是没有电流的灯泡就像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摆件。你只看见生养我们的大地，却看不见保护我们的大气臭氧层。没有它的保护，地球上的生物将如同狂风中的烛火，随时都可能熄灭消失。所以为什么大部分的人永远都无法觉醒，无法在苦难中自我救赎呢？因为他只相信他大脑给他预设好的东西，因为千篇一律的精准无误的上演剧本，所以你必须相信，其实人间的功名利禄、事业财富、车子房子，它只是你悟道得到之后无心而为的副产品，它只是财富能量在人间流转的通道。财富之所以选择你作为一个渠道，是为了让你更好地服务大众的，因为你通过灵魂的升级，具备了别人不具备的布施和服务的素质品格，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别的意义。所以不要太高估迷信你的能力和运气，你越早领悟到生命真正的意义和造物主的真实意图，你就越早能体验到什么叫大自在、大快乐、大智慧、大富足、大丰盛了。有缘人如果在这三条天机的指引下去做事生活，那你会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因为你理解了生命的真正意义和造物主的真实意图，从此不再入邪了，不再被人间的财色名利、得失荣辱、输赢胜负扰乱心智了。有缘人，谢谢你能够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条视频对你有所价值，请点赞收藏一下，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不同的人生感悟，让更多处于迷茫的人找到人生的方向，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的和谐美好。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